不要命的东西，也太无法无天了吧！啊！妾身给太后请安。太后，宫里严禁焚香上供、烧纸这3大样，你们竟然敢偷偷的躲在这儿烧纸钱冲撞太后的法事，怎么着？是想让宫里沾上你们这个地儿的倒霉劲儿是吗？真是罪该万死！陈汉，冷宫乃宫中禁地，你这般喧哗，也太不懂规矩了。是，奴才知错。太后，冷宫污秽，您小心足下。如意，今儿是中元节，哀家请了大师进宫，有人来告诉哀家，你在这儿违禁烧纸，冲撞功德法事，诅咒哀家，你实在是大胆！太后息怒，我们主并没有诅咒您。不是诅咒是什么啊？人赃俱获了都。哀家也不想用酷刑，可皇帝和皇后都不在宫中，只有哀家一人撑着偌大的后宫，出了这等大事，哀家若不处置，旁人怕是以为哀家这老婆子真是不中用了呢。宫规大如天，程汉在，赏了吧。这事有主次，就从乌拉那拉氏开始吧。太后，妾身烧的不是纸钱。都什么时候了还狡辩啊？不是纸钱是什么？赶快行刑！等等，太后，这上面只有6字真言，怎么会是这个？太后，原型意为圆满，配上万字不到头的图案，意为万寿圆满、无穷无尽的意思。而6字真言是妙应寺的大师所授。大师说，6字真言是最尊崇的咒语，能消除业障，得大解脱。妾身今日知道太后在宫中请了大师开坛祝祷，所以亲手抄了6字真言，愿随大师念诵焚化，为太后祝祷，以示孝心。是啊，太后，我们主虽然身在冷宫，但心中对太后是一片孝心，每逢祝祷必祈求太后福寿延年，绝无冲撞之意。谁知道你的孝心是表给太后的，还是表给谁的啊？乌拉那拉氏，今儿个是你阿玛的尾期，你别是在这儿烧纸钱给你阿玛表孝心的吧？敢问陈汉公公，你是如何知道我阿玛的尾期的？是啊，程汉，这皇帝没有传回来任何消息，你倒是连纳儿部哪一天没的都知道。奴才就是奴才，得打听着点消息啊。那为什么不告诉太后？奴才忙着伺候，一时忘了。太后恕罪。太后，这乌拉那拉氏终归是在烧纸钱呀，这冲撞法事，这您可不能轻饶了他。太后，依奴婢看，若是烧纸钱，定会有纸钱的样子。否则烧给纳尔部大人也是无用的，就算是有意冲撞，也不该烧真言呢。程汉，在。你巴班跑来跟哀家说，有人在冷宫烧纸钱诅咒哀家，如今你自己拿去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还劳动哀家，到这种地方来，你真是越来越会当差事了。太后，太后，奴才该死，奴才妄听人言，奴才该死。是你妄听人言，不过你是听了谁的话？
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啊！太后啊！哀家的身边居然有人不拿哀家当主子，一心窥伺旁人的心意，两面讨好。哀家看他是错了心思。慈宁宫只能有一心侍奉太后的人，没有敢对太后耍心眼的。程翰呢？你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。奴才该死啊！奴才该死啊！今儿是中元节，哀家也不想要了谁的命了。既然程翰你那么喜欢为别人奔波，那哀家就把今儿的处罚赏赐给你了。啊！太后，太后饶命啊！太后啊！之后带去慎刑司好好拷问。是。带下去。太后饶命啊！太后饶命啊！再折腾，天都要亮。咱们也回去吧。如意，你为哀家祝祷，你的心意，哀家记着了。谢太后不法之恩。起来吧。贱妇，太后小心！我终于等到你了！你干什么？杀了我！小心！主儿，我杀了你！太后，哀家要护驾。启太平，把刀放下吧，启太平，把刀放下，这可使不得。我杀了你！拦住了！微臣救驾来迟，还请太后恕罪。太后，你无事吧？杀了你！你方才险些丧了命。太后无事便好。竟然敢谋刺哀家，哀家倒要看看，谁有这么个好本事。是谁不想要命？太后，恕于不仁。极品，是你？杀了你！我居然没能杀了你！就凭你这么点本事，不过是用蛮力伤人罢了。哀家若是折损在你这么点小伎俩里，岂不是天亡哀家也？刚才要不是他救了你，你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你！所以啊，哀家终究是太后，福德无量，逢凶化吉。奸妇，奸妇！你害我入了冷宫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死！不得好死！太后，太后，吉太平在冷宫多年，他也是一时鬼迷了心窍，才行刺您的。你在冷宫待了这么久，还没有学乖啊？福家，处置了他。是，有奴婢在，不能脏了太后的眼。如意，你好好惜命，留待来日吧。把他押到偏殿去。奸妇，你不得好死！奸妇，福家姑姑，你不得好死！您打算怎么处置吉太平？放开我！太后已经饶过他一次，只怕太后现在心里正后悔当年不该留了他一条性命呢。您呢，就好好看着，就当是太后指点您呢。你不得好死！主，你方才吓死奴婢了，你就那么冲出去，那刀尖就离你那么近，万一真出什么事可怎么办？我怎么也没想到吉太平会冲出来，不要命似的刺杀太后。
是不是我害了吉太平啊？怎么会是主害了吉太平呢？咱们也没有想到吉太平他会去行刺太后啊。也是，咱们只是将计就计，让太后知道她身边有旁人的耳目，想要置咱们于死地。可是没想到，太后来了冷宫，齐太平却没命了。主儿，奴婢不知道吉太平和太后有什么仇怨，但奴婢觉得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吉太平还是不管不顾、不要性命的去行刺太后，说不定也是为了他自己心底的心愿吧。但愿吧。他行刺太后，反而让咱们救了太后，多了一份出去的指望。这世间的无常，却是让人意外。我的脚啊，我的脚啊！把吉太平送去和尚坟了，成汉了，送去慎刑司。是。今天真的是好险啊！承安公公受的，差点就是咱们的了。幸好主聪慧，察觉到了老太人过身的消息来的异样，那纸钱塞进来的也蹊跷，也料到了冷宫出事，太后一定会来。如今皇上他们都在圆明园，掌事的只有太后。有人设下这个圈套，想利用太后取咱们的性命，就一定会想法子让太后来冷宫的呀。主儿，这纸钱，烧给阿玛吧，今天是她的尾期。阿玛，你九泉之下保佑女儿，让女儿早点出了冷宫吧。皇上，皇上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冷宫走水了！怎么会走水？奴才也不知道。走。怎么会走水呢？林城，有人啊！救命啊！林城，林城！好，哎，你几个赶紧起来，冷宫走水了，快起来！别看了，快回去！都回去！回去！林正，你疯了！这么大火，里边人早死了，他们在喊没听见了。那你的命也要搭进去啊！不能让他被烧死！苏西，苏西！快让开！快让开！小心！这边！快！提水来！快，这边！快点！还有，来！快救我！主儿，皇上，冷宫禁地，皇上是万金之躯，怎能轻易踏足？还是回去吧。皇上，主儿，来了！主儿，舒神器。没事吧？林侍卫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多谢你，林云彻。没事就好，你先歇歇吧，我救火去了。走。主儿。
叔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好好的就着火了？奴婢也不知道，奴婢也睡着了。水不够，还要不是。皇上，您看，皇上，别急了。冷宫走水，人员都无事吧？回皇上、皇后娘娘，万幸没有出人命，我们正在极力救火。知道了。如意，你无事吧？回禀皇后娘娘，无事。无事就好。走吧。是。楚儿，皇上他……你没吓着吧？楚儿好些了吗？皇上，这场大火来得突然，冷宫虽无人烧死，但房屋损毁严重。不过稍加修整，应该还是能住人的。冷宫因事，为何骤然失火？这实在是昨夜风大，吹落了烟花所致。冷宫年久失修，房屋腐毁，一着就收不住了。出去，这吧。皇上，臣妾错了，臣妾有罪。臣妾只是想添重阳喜乐，并不是有意纵火呀。皇上，臣妾错了。皇上，贵妃因烟花飘然烧着了冷宫，在养心殿门外拖簪戴罪呢。你就没罪吗？当日朕怎么叮嘱你的？朕要你护住如意的性命，如今她几次三番遭险，你怎么说？奴婢有罪。冷宫那边的2位侍卫尽心尽力，几次救了遗主儿，都是奴婢无用，低估了要害遗主儿的人。不是你低估了他们，是朕。朕以为如意进了冷宫，他们怎么也该消停了，却不想愈演愈烈。那是不是接遗主儿出来啊？眼下接他出来，也没有名目啊。皇上，臣妾错了，臣妾有罪。皇上，臣妾错了。好了好了，大白天跪在这里像什么样子？让人看笑话了。皇上，臣妾知错，您可别不理臣妾啊。起来吧。朕何时说过怪罪你啊？风势所逼，感情何事啊？您真的不怪臣妾？哼，瞧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朕得空再去看你。臣妾告退。嗯。
可是现在，我恨你。35岁，我老公背着我，跟他们公司的财务总监，我的老同学秦山，走到了一起。16年前，我也青春逼人，现在青春不在了，我只剩下一肚子的怨气，我不能就这么过下去。秦山，我可以把我的老公让给你了。我现在放手了。林伟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还没说完。16年，我对你所有的爱，到今天都变成了恨。我必须要把这些都说出来，不然我会疯，会死。我不允许自己就这样被你悄悄抛弃。别怪我，用这种形式把你对我的伤害还给你。生日快乐！依莲，对不起，德总，扫您的兴。你们的10年的照片很感动，但结局没想到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林伟的支持，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。我一直以为林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有底线，有原则。最近公司有些传言，我都没信，可我不多说什么了，今后的路还很长。爸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不行，玉明，哎，你进去，跟依林说呀，在林伟那儿啊说句软话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去给林伟认个错，行不行？啊？不是爸，那我跟一凡呀，都已经劝过了，他俩那真是过不下去了。可他们不能离婚呐！你想想啊，以后依林一个人带个孩子，那怎么过呀？他是搞婚介的，他不会不明白这个小道理。玉明，
说句实话，是不是林伟在外头已经有人了？小沫啊，阿公姨父，哎，是不是饿了？不是姨夫啊，给你做饭吃啊。爸，来，你把东西给我吧。您要是累了，您就回屋呢歇会儿去。饭做得了，我叫您。我妈怎么没回来？啊，你妈呀，我妈回来，只不过你妈呢，可能今天回来的呀会晚一点啊。姨父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我爸我妈是不是离婚了？你知道什么是离婚了吗？知道，就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很严重。有多严重？就是非常严重。小沫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特别怕他们两个离婚呀？我不怕，因为他们离婚了，我还能见到他们。那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呀？因为我怕他们见不到了。是不是没吃过姨夫做的饭呀？今天姨夫呀，好好的给你露一手啊！但是呢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一会儿咱跟外公吃饭的时候啊，在饭桌上，你呢得使劲的把菜跟饭呀都吃干净了，这样的话，外公才高兴，好不好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是电话里跟我说要跟我谈小莫的事儿吗？那就谈吧。既然都说到这一步了，那咱们也都别藏着掖着了。只有一个要求，你让我把小莫带走吧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把小莫给你呢？这个问题连想都不用想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。是，我是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。我只是觉得咱们俩分手以后，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太不容易了。家里的房产、现金你都可以拿走，我就只想把孩子带走就行了。你听说哪个孩子跟后妈在一起能生活的幸福呀？
小莫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他从小到大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照顾。他已经习惯了跟我生活在一起，而且我们俩之间没有必要较劲，要想到孩子的感受。我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情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环境。不过有一点你放心，你永远都是他的爸爸。这个我是清楚的。16年的感情，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我知道，所有的错都在我，我活该。但是我真的一门心思的想回归这个家庭。我希望我们的生活还能像以前一样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那么做。咱们俩之间起码的唯一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。我承认，那件事情是我的错，但是也不足以是能让你跟秦山走到一起的理由。行了，都已经过去了，别再说这些了。既然我们已经谈好了，也已经这么决定了，那咱们就痛快点儿，明天就去民政局把事儿办了吧。就明天。我先走了。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走了。哎，依林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不想听。那我送送你行吗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什么都不说。10多年了，咱们两个终于在一起了。
明天你就搬过来住吧。青山，不是都离了吗？怕什么呀？公司那边的同事，我想过几天也就忘了。咱们俩的事儿，公司上上下下几乎全知道。我们又在同一家公司，今后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挺别扭的。其实我是想，我不辞职。让你失望了。我从来没打算过让你辞职。我话都没说完呢，你想都不想，你居然让我辞职。我也没想让你辞职啊。我们这个行业就现在这个公司最好，而且你现在已经做到我们这个区的销售总监了，往上还有总部。你辞了职，你去哪儿？有我的条件，我不愁找不着工作。你是不愁找不到工作，薪水有可能也不比现在的低，可是发展空间呢？你想过没有？你一进中小型企业，就会做到最高层的天花板位置，那往上还能去哪儿啊？你才30几岁，往后你还有20多年要奋斗呢，那以后怎么办？就守着那个天花板过20多年呀？让你走你舍不得，让我走呢，你又怕我今后发展不好，那你到底要我怎么着啊？我不是嫌你发展不好啊，我也不在乎你挣多少钱，但是我太清楚了，一个长期在天花板待着的人是个什么状态。我不喜欢那样的男人。青山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够满意呢？我们都留在公司，一起做到总部。我这个人就这样，可能别人呢喜欢中高层的感觉，而我偏偏就喜欢后面还有一大段路要走。我想你也是这样的。我还以为我们今天要聊的，你要跟我谈的，我还以为是咱们今后怎么生活，咱们今后怎么过日子，没想你谈的全是这些东西。我不是江一莲，他能放下的，我做不到。青山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真的爱我吗？我爱你呀，我当然爱你了。正因为我爱你，我才不想成为第二个江一莲，一个不懂得自我和婚姻之间平衡的女人，被沦为弃妇的故事，我不想再上演了。林伟，你为了我放弃10几年的婚姻，那你应该清楚，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够抓得住你。你家那串钥匙也用不着了，就扔了吧。爸，乖吗？妈妈，我又快输了。小莫，棋不下了，去做作业去。你的事儿都办完了？办完了好，办完了就踏实了。
从今往后啊，就带着小沫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还是住回家里来，就像你们小时候一样，我给你们做饭、刷碗、收拾屋子。你们住回来呢，我这儿也热闹了。爸，对不起啊。我让您失望了。不过您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。跟林伟的事儿也不是1天2天了，我有心理准备。小莫，妈妈可以进来吗？宝贝，爸爸和妈妈今天分开了，以后就是妈妈带着你了，行吗？行吗？妈妈保证，以后能让你生活得更好。爸爸其实一直都是爱你的。如果你想到了，就跟妈妈说，妈妈可以带你去见他。你跟爸爸之间的事情，妈妈不会干涉，好吗？小莫，妈妈知道你很伤心，可你是个男子汉，妈妈不想让你哭。哎，老婆，正好那个妈呀炖了一锅那个汤，要不咱俩一块儿给你姐呢带点过去，正好周末了，咱带着你姐跟那个小莫，咱出去玩一天去。我爸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让我先别过去，让姐先一个人安静待几天。那行吧，那他现在状态怎么样啊？还行吧，就正常呗。我怎么觉得他现在这样反而不正常呢？是啊，你说
他最后也就闹了这么一下，前面也没见他哭，没见他发泄过。也就上回我去找他，他哭了一会儿，自己又给忍回去了。我真想让他好好哭出来。慢慢来吧。哎，你要不让妈把多出来的分一份出来，我给小韩送过去啊。哦，哎，正好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呀？那个，要不小韩那儿啊，你别老跑了。公司不是招了一批新人吗？挺负责的。我现在啊，没那么忙了啊。你是不放心我去呢，还是嫌弃我照顾不合适啊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那个，你多好啊，是吧？你心大心宽，体又不胖。我不是说嫌弃你，我是觉得实在是有点不太好意思了。没事儿啊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夫妻同心，那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去就好。不，你主要是，那个你爸、你姐、小莫那儿呢，都得有人照应着。你们家现在也是非常时期。你是不是不放心我去？那你去，我也不放心啊。要不这样，我把心掏了给你看看，好吗？不要，小韩都给我挑明了。跟你挑明什么了？就上回给他送饭啊，他跟我说你这边的车位他都已经预约了，我这后来得抢了他的位子。不是，那你怎么回答的呀？我能怎么回答呀？我跟他唇枪舌剑啊，他不是病人吗？我得让着他点。对，我觉得你做的太对了，真的啊。还有啊，千万别因为他惹你生气了啊。当然了，咱也不让他生气啊。放心吧，反正有我就行了，就不用去了。啊，你要非要去的话，我得跟着。那成，那今天咱俩就一块儿去啊。正好不是前2天做一检查吗？今天报告也该出来了，我跟妈说一声啊。医生说呀，骨骼恢复得很好，可以不用戴护具了。你看看，神经也在慢慢恢复呢，太神奇了。挺神奇的哈。今天我们庆祝一下吧，去老地方吃个饭。我都问过医生了，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。再说了，我都好久没出门了，都快闷死了。这是我得去问一下大夫。我去问吧。来，车。你能帮我进去吗？可以吗，王太太？可以啊，你看这台阶儿，轮椅都上不去，抱进去呗。啊！慢点！哎，好嘞，来，我给你往前挪啊！哎，你们来了。老板。哎，老板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这个受了点小伤。哦。哎，你们俩好长时间没来了吧？结婚了吗？雨明结婚了，小韩还没有。哦。老板，点菜。好。老3样。来一个香里腊肉、宫保鸡丁，还有双椒鱼头。哎呦，双椒鱼头你吃不了吧？这太辣了。我给你点的，你不是喜欢吃吗？我吃什么都行。没关系的，再来2碗米饭，我半碗，你1碗半。再来2杯冰的酸梅汤，我把我的冰都给你。啊。好了，就这些吧。哎，别。那什么，你吃什么呀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之前总是跟他来，所以都习惯了。没事儿。你想吃什么？
你们这热菜都已经点差不多了，那就再来个凉菜。泡椒凤爪，老板就这样去吧。哦，好的，马上打。泡椒凤爪，这百爪挠心的，够酸的呀。我没事儿，我能吃。你是病人，你吃不了。好久没出来了，今天的阳光真好。是，挺好的。哎，一会儿我们去旁边的小公园吧，就是以前我们经常去的那儿。你们聊，我先去趟卫生间。他不会生气了吧？应该没有。马静，听我吐槽。我一点一泡椒凤爪，结果他在那边说什么？哟，百爪挠心啊，够酸的呀！哎，你说他什么意思？百爪挠心？这真说到你心里去了吧？什么说我心里去了？他就这样，老抓着我要爆发的临界点。你可千万不能爆发！你这一爆发就成泼妇了，这吃饭的都没了。我知道，我说这种人真是太难对付了，老扎着我，我还没法回我。那人家也是见过世面的，好不好？刚吃饭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那边说他跟王宇明以前那点事儿，以前吃什么菜。还说什么一会儿我们去旁边小公园去逛逛吧？哎，你说他腿都这样了，他走什么呀？还让他王一鸣抱着他呀？那你们家老王呢？他怎么不拒绝呀？你别跟我火，我好不容易才忍下来了。我得大度，我得给他阳光。我觉得我现在怎么就那么虚伪啊？哎，你不是自己说了要自我拯救的吗？就当是成长了，你就先这么虚伪着就自我催眠了，到时候就真大气了。我给你支个招，你们家那老王不是工作忙吗？你赶紧发动外援啊！什么呀？听不明白啊！哎呀，我现在火直往头上拱，我听不明白。哎呦，这女人啊，一上火智商就直线下低了。你让那个杨小宝赶紧把你们家老王给叫走啊！对啊。你给小北打电话。我一会儿还得出去了，我现在得稍微平静一下我的心情，还得微笑，虚伪一下是吗？成长，淡定啊！医生嘱咐你的话呢，你一定得记住了，知道吗？像这种双焦鱼头这么辣的东西就不能吃了，不容易康复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哎，哟，都吃差不多了，要不叫老板买单吧？别，你还没吃呢。我不饿。张律师，你今天忙吗？我最近都不怎么忙。你看今天这饭吃的，你也没吃什么东西，也没说话，要不然一会儿就让宇明陪我吧。哎呦，我呀，可以啊。我都觉得挺尴尬的，你不觉得呀？稍等。哎，小宝，怎么了？死循环？怎么会出现死循环呢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啊，等我马上到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那个小韩，不好意思，我公司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回去。你去吧，反正今天的风也放了。哎呀，你看，真是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公司啊刚起步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，我要不回去吧，这仨都得抓了瞎啊。好了，你别解释了，再解释就没意思了。哎，老板买单。哎，来了。多少钱啊？老顾客给你们打个折啊，160，160。哎，怎么样？口味还可以吧？啊，行，怎么样？这菜还可以吧？这个应该挺好吃的吧？我也没吃着。那下次有空你们俩
你没事啊，下次有空再来啊。一定，刚好啊。好，刚好啊。那是干嘛呀？还要人家开口啊？慢点。那个，我先上班去了啊，那你也就送他进去吧啊。赶紧去吧。啊，小韩，康复这事儿别着急，得一步一步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别啰嗦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我走了。干嘛？非要撵我走，到头来还是我送你回去。谢谢你啊，江律师。我想下来走走。下来？你没搞错吧？你腿这样，你活动？我都住了2个多月的医院了，一个人躺久了，意志都会跟着倒下去。今天高兴，我想下来活动活动。我相信，我一定能恢复到和以前一样。你真想下来走走啊？那我也扶不动你，我帮你去借副拐杖行不行？好。你行不行啊？我觉得啊，我这脚可以受点力了。哎，大姐，要不这你还是别走了吧？不是你觉得又不是医生觉得，你让我背你回去行不行？这太可怕了，你在这儿。医生不是说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吗？没事儿。不是你没事，我有事，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的。我们再试试。你也别跟我犟了，好不好？我背你回去。你想，你这脚要好了，那雨明不就不来看你了吗？我的脚要是好了，我就去找他。哎，我说你这么飒一女的，干嘛老为男的给我在这耍心眼啊？你不是一个人在医院闷得慌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小韩，你没事吧？小韩，你没事吧？小韩，医生，医生！本来恢复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现在同一个位置又2度受损，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对不起啊，大夫，是我们太不小心，太大意了。他现在严重吗？骨伤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办法，但是神经损伤本来就是个未知数，现在就更不好说了。你们也别压力太大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就得面对现实。以后呢，小心点照顾，我们也会尽量想办法。哎，谢谢您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谢谢医生。对不起。行了，别担心了，他会好起来的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你来医院照顾他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咱们能不能不再纠结这件事儿了，行吗？那我也做不到看着你去照顾你前女友，我心里还能踏踏实实的呀。你看，我已经答应让你来照顾他了，你说你心里还装种小心思，你有意思吗？哎，他万一要是站不起来了怎么办？那我都跟他说了，让他不要自己走，他自己非要站起来的。还有，小宝打电话催着我回去，是不是你指使的呀？我没干过这种事儿。行，咱说好了，咱们别再为小韩的事纠结了，行吗？那你俩一起去你们以前吃过的餐厅，点以前点过的菜，聊得热火朝天，还抱进门抱出门的，最后还一块逛公园，他还撵我走，那换做我，你能舒服吗？是你对我太没有信心了。我以为你回来了，我们就应该重新开始了。从哪儿开始啊？从对彼此的信任开始。你说你揣这么多心眼儿，你
你让人不舒服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我心眼多，行了吧？我心眼多到我为了护着他，我后脑勺子磕地上都没跟人说过。你磕地上了，那我看看来，让我看看，看看磕哪儿了，疼不疼啊？啊，我看看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哎呀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你这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那好，那我马上回来。怎么了呀？啊？我姐丢了，你去照顾小韩吧。我走了。哎呀，你这样，我去跟小韩打个招呼，我陪你去啊。你等我啊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啊。